20多年前有这样一部在内地上映的恐怖片，觉得很多小伙伴看了以后吓得一度不敢照镜子，就怕照着照着看到自己的头掉了。大家好，我是带镜拿着话筒的蓝撒偏偏。之前提到我打算开课讲恐怖片，由谢霆锋、林心如、罗兰、徐帆等人出演的这部陆港合拍片《古镜怪谈》，又名《怪谈之魔镜》，相信是不少人不可磨灭的童年阴影。这部片子如今看来质量一般，制作粗糙 ，bug 也不少。1999年在香港上映时也是票房惨败，然而当它引进内地院线后却非常成功，斩获1100万票房，成为了妥妥的黑马。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重温一下这部《古镜怪谈》，咱们先说故事，尽量不吐槽，除非忍不住。影片是一部常见的分段式恐怖片，围绕着一名镜子，从不同的时空背景展开了几个故事。明朝末年，青楼里张灯结彩，老鸨带着客人来到名妓艳红的房间。此时艳红正坐在梳妆台的镜子前，见客人有些紧张，不敢靠近，还以为他是第一次来，害羞了。客人捅了艳红一刀，艳红在镜子上留下了血手印。原来艳红有个相好的李大人，因为不想再被他纠缠，所以才派人来杀他灭口。或许是吸收了艳红的怨念，有了灵性，这面镜子就成了魔镜，会发出女人的哭泣声。转眼来到1922年的上海，某豪宅住着一个阔太太，叫玛丽。不知为何，她双腿残疾，需要坐轮椅。豪宅里还住着女管家和女佣雅妹。这天，有人给玛丽送来一个梳妆台作为生日礼物，也就是前面说到的那面魔镜。女管家告诉玛丽，你已经很久没收到礼物了，这可能是个好兆头。可玛丽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惊恐地陷入回忆，因为这就是小时候她表姐用的梳妆台。当时她偷了表姐的戒指，表姐见她不承认，就笑着表示梳妆台知道一切，然后从小抽屉里拿出一张纸条，说上面写着戒指就在玛丽的手里。年幼的玛丽信以为真，吓得赶紧把戒指还给表姐。待表姐走后，她走进梳妆台，看向魔镜。玛丽的气息刚刚平复，一旁的电话突然响起。电话那头，一个神秘的女人威胁道：“你今天很漂亮，有些事情应该清算了。”知道玛丽今天穿着打扮的只有女管家和女佣，女佣都要哑妹了，显然是不能说话的。在玛丽看来，打电话威胁她的很有可能就是女管家，所以挂断电话以后，她赶紧来到书房。推开门那一刻，女管家果然在打电话，担心女管家要害自己，玛丽拼命挣扎大喊。这时，神秘女人的电话又打来了，说游戏这才刚刚开始。奇怪，难道真的不是女管家打的？一时之间，玛丽被吓得像是丢了魂。女管家建议她吃完药就去睡觉。夜里，玛丽从睡梦中惊醒，坐在轮椅上的她听到嘎吱嘎吱的声音，望向魔镜。想起表姐的那句梳妆台知道一切，玛丽打开梳妆台的小抽屉，里面如当年一样也有一张纸条。然而还没等她打开看，神秘女人的电话又来了。对方准确地说出了纸条上的内容：一次谎言铸成终身大错。这句话所指的也是玛丽小时候的陈年旧事，同样发生在玛丽和表姐之间。当时玛丽过生日，正在梳妆台前涂口红，表姐夫给她送来生日礼物，并问她表姐去哪儿了。这话让玛丽很不爽，我过生日，你怎么张口闭口就是我表姐？于是随口撒了个谎，说表姐出去游行了。结果表姐夫为找表姐来到游行人群，不幸死在了军警的枪口之下。回忆起这段往事，玛丽看着镜子流下了眼泪。这时又一个小高能来了。尽管这只是魔镜中看到的幻象，但被吓到的玛丽坚持要把梳妆台搬走。据女管家所说，这梳妆台是玛丽表姐送来的，可表姐早就死了，难不成是表姐的鬼魂来报复玛丽？为了疏解玛丽紧绷的精神状态，女管家安排雅妹找人把梳妆台搬走，并叮嘱玛丽吃药，然后带她来到外面散步。玛丽聊起了自己的丈夫。据玛丽所说，她后来嫁给了一个文学教授，年龄是她的2倍，两人感情很好。后来丈夫去世，房子留给了她。转眼来到夜里，女管家送玛丽回房间后离开。按理说，梳妆台应该已经被搬走，可此刻她却再次出现在了玛丽的房间。上一秒她向玛丽猛扑过来，下一秒又回到原地一动不动。而紧接着抽屉自动打开，里面的纸条飞到玛丽面前，上面写着7个字：一份怨恨的礼物。看着纸条，玛丽再次陷入回忆。婚后的她发现丈夫劈腿了自己的表姐，于是给表姐送去了一个礼品盒，里面是一把手枪，以及从丈夫衣服里发现的表姐的手帕。言外之意，我已经知道了你和我丈夫的关系，你自己看着办吧。就在表姐决定举枪自杀之时，玛丽的丈夫阻止了她，并找到玛丽摊牌。玛丽表面上不动声色，实际上她在丈夫的咖啡里下了毒，导致丈夫出门后惨死街头。同一时刻，得逞了的玛丽正开开心心地走上楼梯。看来玛丽的双腿就是那时废掉的。在玛丽一次次回忆的中途，神秘女人再次打来电话，说到了回馈礼物的时刻。
他所谓的礼物就在梳妆台的大抽屉里，装在玛丽当年送去表姐的那个礼品盒中。里面是表姐的手帕，以及一张写着一杯毒咖啡的纸条。显然，这对应着玛丽害死丈夫的事。回忆结束，玛丽垂头痛哭。此时有人用枪对准了她的脑袋，来人竟然就是女管家。我根据很多小伙伴老早就猜到了，现在发生的一切都是女管家和雅妹搞的鬼。打电话的神秘女人就是雅妹，她名叫雅妹，实际上是在装哑。联系到女管家曾2次劝玛丽吃药，玛丽会看到诡异的画面，可能是魔镜有灵性呈现出来的，更可能是因为吃了被做了手脚的药产生了幻觉。那俩人为啥要对付玛丽呢？很简单，他俩其实就是玛丽丈夫和前妻的女儿。考虑到丈夫是玛丽年龄的2倍，有这么大2个孩子也正常。最终伴随着一声枪响，玛丽的血溅满了整面镜子。第一段故事到此结束。镜头一转，直接来到1988年的新加坡。大律师詹鑫刚刚打赢了第39场官司，一时间风头无两。在和同事们一起庆祝之际，他还遭遇了一场艳遇，撩到了一个名叫娜娜的女孩，秉持着不为一根草放弃整个树林的渣男理念。詹律师只想快活，没想负责，睡完人家的一大早就准备偷偷溜掉。哪知道一个满身大汗的纹身拦住了他，自称是娜娜的大哥。你以为这是他让老君蹦迪仙人跳吗？不，原来是真的要认下这个妹夫。重情之下，詹律师只好答应。詹律师郁闷的来到公司，不料公司的人也个个垂头丧气，说公司因为一个官司输了5000万，即将倒闭。不仅如此，詹律师的桌子上有一个别人送来的盒子，附带的纸上写着“小心里面的炸弹”。詹律师捧着盒子慌了一批，偏偏有同事好奇心重，非要打开看看。倒了半天，里面是生日蛋糕，这是同事们搞的恶作剧。原来公司没有倒闭，就连那个娜娜也是同事们安排的。张律师本以为这下好了，不用结婚了，然而同事们却告诉他，娜娜的大哥并不是他们安排的，也就是说，结婚这事儿他仍然没得跑。办公室里，一个女同事告诉詹律师，郭家少爷强奸了一名女性，还有领带勒死了对方的男友。他妈妈郭太太想请詹律师为儿子辩护，詹律师义正言辞表示拒绝。这种男人对女性一点不尊重，判死刑活该。之后不想结婚的詹律师被娜娜拖着来买婚戒，他假装对看到的婚戒都不满意，问有没有更大一点的。官员表示这个真没有，更大更好的得向公司预定，明年才会到。这时娜娜的大哥突然出现，逼他过了这个月鬼节，下个月必须结婚。反正马上结婚了，娜娜也是不拿自己当外人，她主动搬到詹律师家，还带来了一个大件儿，没错，就是魔镜。你不是魔镜吗？怎么过了几十年变哈哈镜了？啥破玩意儿，把我照得跟猴似的。据娜娜所说，梳妆台是父亲从上海买来送给母亲的，可惜买来不久，父母就出车祸去世了。夜里，詹律师接到女同事的电话，郭太太愿意加钱到100万，请他打官司。詹律师的回复仍然是拒绝。可奇怪的是，第二天出门前，他照了照镜子，明明已经走开，魔镜里他的身子却还在，表情还非常阴险。随后他就好像变了一个人，立马邀请郭太太来公司里签约。然而到了法庭上，看到受害女性痛苦地描述自己和男友的被害经过，以及郭少对被害者恬不知耻的挑衅，詹律师似乎有所触动。回到家后，对着魔镜中的自己一顿痛骂，顺手抄起个物件丢向镜子，结果物件反弹到了他的额头，他自己没有受伤，镜子反而流出了血。连娜娜似乎都被魔镜所蛊惑，直言有钱不赚王八蛋。詹律师也没了之前的自责，深表认同。在这之后，当地发生了一起类似的案件，歹徒也是要对某女性进行强暴，并用领带勒死了她的男友，领带还和郭少用的是同款。有了这个案子，想要帮郭少脱罪就容易多了，只要坚持两案是同一个凶手所为，詹秀依然逍遥法外就可以了。就这样，法院最终判了郭少无罪。此前詹律师曾和女同事说自己尊重女性，现在他已经不仅仅是不尊重女性，而且成为了迫害女性的帮凶。郭少无罪释放后，曾经拼命求詹律师的郭太太却翻脸不认人。我儿子脱罪是因为他命大，这种案子随便找个律师都能赢，我就给你几万块，不少了。没想到詹律师直接找出那条同款领带，勒住了郭太太的脖子，就算勒死你，也都会散到那个连环杀人犯头上。最终，郭太太只能如数把100万给了詹律师。我相信当第二起凶案发生时，很多小伙伴就已经猜到了。詹律师和娜娜刚认定良心不值钱，不能放弃那100万，紧接着凶案就发生了，应该就是出卖良心的詹律师故意制造的。拿着100万的支票，詹律师心满意足的准备开车回家。这时受害女性带着死去男友的照片跑来质问他，詹律师很不耐烦的挥手将照片弹到空中。然而照片落在了詹律师的后车座上，而这一天刚好是鬼节，车里的广播谈论着做了亏心事的人在这天千万别出门。而车外面的画风很阴间，有烧纸的人，有纸车在行驶，路人行踪诡异，似乎也都不是活人。詹律师的眼前突然出现了受害女性男友的身影，惊慌失措的他随后就发生了车祸。
战律师没有死，而是因为严重烧伤毁了容。当他来看他时，整容医生还表示手术非常顺利，绝对不会毁容。当战律师顺利出院，整容医生拆开他脸上的绷带，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前面提到，涉案女性男友的照片落在了战律师的后车座，所以整容医生是照着那张照片给战律师整的容。就算车祸时照片没有被烧毁，这随便在车上捡到一张照片就敢照着给人动刀，属实是有点离谱了。难道医生在做整容手术之前都不和病人或者家属确认一下病人的长相吗？而且要真有这种100%还原照片的技术，那也别照着原版整了，不愿意读古天乐挑一个得了。第二个故事结束，时空来到1999年的香港。这天，小明即将留学归来，他的奶奶龙婆非常开心，邀请了一众亲戚到家里做客，准备给小明接风。可明明飞机早就落地，小明却一直没有回家，众人只能一边聊天一边等。通过他们的聊天可知，龙婆不识字，家里的事一直都是小明的表妹小茹在帮着打点，龙婆也一直有意撮合这俩年轻人。没想到小明回来以后，给了他一个惊喜。搞了半天，小明有了女友，是陪女友买化妆品去了。这个朱迪非常惹人嫌，不仅张口闭口都是龙婆听不懂的英文，还对饭菜凉了非常不满，使脸色离开了饭桌。咱就是说，要不是因为你买化妆品导致晚回来这么久，这饭菜能凉吗？龙婆心里难受，想和小明好好聊聊，可还没等他开口，更扎心的来了。小明居然说自己准备和朱迪结婚。镜头一转，小明同朱迪出来逛街，在一家店里被魔镜吸引，想都没想就花了8万块把梳妆台买了回去。龙婆忍不住阴阳怪气一把，瞅着朱迪通知小明这是败家子。小明的表妹小茹顺着魔镜望去，同上个故事的詹律师一样，她也看到了哈镜效果的自己，难不成她也和詹律师一样受到了魔镜蛊惑，即将黑化？夜里，小茹整理好账目离开房间，准备洗睡了。此时朱迪正照着魔镜臭美，听到小茹关门离开，他偷偷跑进房间，开始翻看账目。喂，你在这干什么？我了解到账目一直是小茹在管，朱迪觉得非常不妥，这还没结婚呢，他就以一个女主人的姿态建议小明收回管账权，但小明却表示小茹不是外人。第二天，两人再次一起逛街，除了戒指项链以外，还买了一条狗。朱迪变得和此前有点不一样，不仅穿着打扮变成了好嫁风，还一改此前的骄横任性，用中文礼貌的称呼龙婆奶奶。龙婆一下子开心了不少。就在三人其乐融融的撸狗之时，小茹拿着账目走来，不知道是不喜欢小茹，还是觉得她身上有脏东西，狗狗莫名其妙的朝小茹吼叫，然后冲到了她的脚下。小明抱起狗狗，说有事要和小茹谈。原来他还是听了朱迪的话，要把管账权收回自己手里。小茹其实一直喜欢表哥，心里虽不爽，但并没有反对，反而主动提出2天后把账目清理好了就走。有我在这一天，谁都不能让你走。小茹心痛的回到房间，抄起剪刀剪碎了自己和小明的合照。见狗狗不长眼的来到门外，直接就是一顿猛踹，直到龙婆等人出现才停止。晚上，狗狗的声音有点不对劲，翻来覆去睡不着的龙婆出来倒了杯水，在他路过后，魔镜里竟然出现了他满脸鲜血的惊恐表情。接着，小茹房间里传来捡漏的声音，龙婆来到门外，本想和小茹聊聊，但在敲门之前还是犹豫了。他来到卫生间，打开灯，低下头，闭上眼睛，洗了把脸。这场面可能有小伙伴会感到害怕，不过仔细瞧瞧，你们觉得这血粉的有点过分了吗？看上去完完全全就是染料啊！与此同时，朱迪也尖叫了起来，他在小茹房间的垃圾桶里发现了一把带血的剪刀，前后一联系，龙婆认定是小茹干的，当场痛斥了他一番，完全不给他时间解释。或许是故作姿态，或许被冤枉心里委屈，小茹选择了连夜闪人。龙婆认为让小茹冷静一下也好，所以并没有急着去找她回来。看到这里，我们才知道小明和朱迪已经在前几天瞒着龙婆注册结婚。我说朱迪怎么突然转了性，开始讨好龙婆？事已至此，龙婆只能接受两人的婚事，并开始筹备婚礼。结果就在夜里，一个神秘人突然闯进龙婆房间，捂着龙婆的嘴巴，狠狠地掐死了她。似乎是听到了什么声音，朱迪叫醒小明，拿着手电筒在别墅里查看。小明把大厅啥的都查了，也不知道是编辑不让还是咋的，就是没有去龙婆的房间。要是这种一惊一乍的路数，你们就不能先把灯打开再查看吗？还有最后这灯到底是谁开的？是魔镜，是小茹还是朱迪？怎么就刚好在那一刻亮了？小茹表达了歉意，说自己是回来拿行李的。可朱迪发现了一个问题，小茹的行李好像很重，难道是小茹杀了龙婆，然后再用行李箱藏尸？
要说这小明也是心大，奶奶不见了，第二天居然照常摆酒席，直到晚上9点多，龙婆仍未出现，他才决定报警。另一边，小茹没有去酒席，而是偷偷来到别墅，像是在寻找什么。当他鬼使神差打开梳妆台的抽屉，里面竟然蹦出了一只手，吓得他赶紧往外跑。也就是这时，小明带着警察到家，慌乱之中，小茹躲进了龙婆的衣柜。前方高能预警，为了照顾和我一样胆小的同学，大家请把我不害怕铺满公屏。抓住他，别让他跑了！就这样，小茹被当作杀害龙婆的凶手被警察逮捕。不久后的一天，朱迪对着魔镜舒展脖子。小明走到魔镜前，告诉朱迪，律师发现了奶奶写的遗嘱，让他继承几千万的遗产。朱迪满脸幸福。两人看向魔镜之际，小明给朱迪讲起了关于魔镜的传说，还让朱迪对着镜子许个愿试试。随后，他打开梳妆台的小抽屉，和玛丽的故事一样，里面也出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你是凶手，法网难逃。”这纸条也不是魔镜变出来的，而是小明放进去的。原来他已经查出朱迪才是杀害龙婆的真凶。首先，龙婆经过小茹房间的时候，听到了里面的剪刀声。后来，朱迪又在垃圾桶里发现了一把带血的剪刀，所以龙婆就认为是小茹用剪刀杀了狗狗。然而后来，小明却在小茹的房间里找到了一把没有血迹的剪刀，说明凶手并不是小茹，是朱迪故意陷害他。第二，前面提到龙婆不识字，所以不可能亲笔写下遗嘱。小明很清楚，早在2年前，龙婆就录了遗嘱，随后把财产全部捐给慈善机构。因此，现在这份遗嘱只能是朱迪在搞鬼。毕竟受益者除了自己，就只有他了。事到如今，朱迪无力狡辩，见小明放下剪刀要报警，他抄起其中一把刺向小明，结果小明没刺到，剪刀甩在了梳妆台上，于是他又抄起了另一把剪刀。故事结尾，无辜的小茹被无罪释放。看着小时候的玩具，曾经不懂珍惜的小明，回想起奶奶陪自己玩耍的时光，怀念而痛心。和大多数恐怖片一样，影片最后又吓了观众一回。2000年台湾，又有人获得了这个梳妆台，竟然在魔镜里看到自己的眼珠子掉了。回想起来，本片之所以当年能够在内地成功，更多得益于时代的红利，外加上偶像明星的阵容。那个时代，内地院线很少有这种恐怖片，好吧，现在也没有。据说内地公映版比香港版删减了不少，导致很多细节没有交代清楚。不过这并不影响本片整体质量的平庸，和同年的《山村老师》、早些时间的《阴阳路》系列等等完全没得比。先说风格层面，明末的实景打光，1922年的阴森古宅还颇有点古早恐怖片的神韵。可到了1988年的新加坡和1999年的香港，味道瞬间就变了。前者像是无厘头的搞笑片，后者成了家长里短的偶像剧。90年代的港产恐怖片的确善于类型搭糅，喜剧、动作、恐怖、惊悚融为一体。但是那些恐怖片通常都是同一时空的连贯剧情，将多种元素错落均衡地分配在不同的时间段。而非本片这种分段式结构，每一段一个风格，给人一种严重的割裂感。若不是用魔镜作为线索要素，完完全全就是一部拼盘电影。而且魔镜在这3个故事里，除了展现一些一惊一乍的镜头，也没啥实质作用。你化成任何一个道具，好像都可以。在恐怖感的营造上，本片也有些粗糙。玛丽那一部分主打的是一个心理惊悚，可这个状态没有立起来。不是说徐帆的演技不好，但他好几次遭到惊吓时，那表情给我的感觉都很迷茫，仿佛是在问我是谁，我在哪儿，我要干什么，而不是被吓坏了的那种紧张入骨的恐惧。你可以看到，前一秒他还吓得要死，可下一个镜头他又有点淡定从容，越看越觉得不吓人。张律师那一部分，作为本片编剧的黄百鸣出演了受害女性的男友，他早年的开心鬼系列就突出一个鬼马，这个部分本身就无厘头，恐怖感更是被过于鬼马的表现冲淡到几乎没有。魔镜成了哈哈镜，张律师整容后成了他的模样，都是非常具有黄百鸣特色的小机灵。放在80年代或许有点意思，但放在即将步入21世纪的1999年，那就是既不吓人也不搞笑了。龙婆那一部分属于本片恐怖指数最高的，毕竟有鬼后罗兰镇场，但深究起来有太多刻意而不合逻辑的 jump scare， 多是靠着突然出现的音效或者人物强行吓人，特效现在看来也过于小儿科，血液做的也实在是有点假，这些我在前面解说时都忍不住吐槽了，这里不再赘述。不过在我看来，以上这些还不是本片最大的问题。恐怖片都是低成本，道具糙了点，咱们膝盖不合理，很多地方糊弄了事，某种层面讲是多种恐怖片的常态。最大的问题是它的剧本过于粗糙而老套了，设定随意任性展开，没有完整的解释，也经不起推敲，所谓的伏笔和反转简单而没有悬念。首先是核心设定魔镜，它是由叶红的怨念而成，可是它到底有什么魔力，或者是否真的有魔力，影片其实并没有交代。玛丽那一部分，小时候表姐掏出的纸条上似乎没有字，那只是表姐在逗她而已。后来的纸条则是女管家和女佣搞的。至于玛丽看到的奇怪景象，我们可以理解为女管家药的作用。这样看来，魔镜似乎又没有魔力，真正的魔在人的心里。
到了战律师那一部分，魔镜成了哈哈镜，大概是时间久了，镜子变形了。但为什么镜子里会有另外一个他？为什么镜子会流血？同样，龙婆那一部分，为什么龙婆发现狗狗死之前，镜子里出现了他满脸是血的画面？为什么朱迪会看到自己头掉，也都无法解释。于是作为观众的我们，只能脑补为镜子有灵，想咋来就咋来。可见，导演只是想利用镜子多制造点吓人的情节，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设定。另外是人物的扁平，缺少细节。小时候的玛丽怎么就记不起表姐，非要说谎？女管家和女佣的母亲是谁？他们怎么就得知了玛丽害的父亲？怎么就知道了水漂的事？怎么就混到了玛丽的家里？怎么就能把复仇安排的天衣无缝？难道玛丽不晓得丈夫曾有过2个孩子吗？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大律师竟然能被一个壮汉威胁结婚？为什么郭太太会如此脑残的面对律师出尔反尔？最无法忍受的是，为什么医生问都不问，对这个照片就敢给病人整容？你更不知道，大家一看就会发现朱迪没有教养，拜金虚荣。小梅怎么就像中了降头一样，被他死死拿捏？时间有限，朱迪到底是怎么对龙婆分尸而不被察觉的？除了脑袋和手，龙婆身体的其他部分又去了哪里？出了状况，小梅怎么会不去看奶奶？对奶奶的失踪失联，她怎么那么不上心？后来她怎么又突然就变得聪明了，识破了朱迪的阴谋？怎么又突然重起感情来了？最后的伏笔和反转也太直给了，直给到就差直接冲着观众喊：“快看，这是我的阴谋，我是凶手了！”玛丽那一部分给女佣起名叫哑妹，生怕观众猜不到她不是哑巴。连续2次让女管家提到让玛丽吃药，反复提醒观众女管家可能做手脚。可到了最后呢，片中又没有明确解释到底药有没有问题。龙婆那一部分本身已经给了朱迪一个爱情的设定，还试图引导观众以为小茹做了坏事。可朱迪看到账目前后的种种变化，对龙婆态度的改变，以及偷偷和小明注册结婚的行为，几乎就是明着告诉观众朱迪有问题。等小茹来领行李，他特意提醒了小明的那句行李很重，仿佛就是在明着说我在贼喊捉贼。当然了，对于一部20多年前的恐怖片还能在内地院线上映，咱们也没必要太过较真了。这儿它丰富了大家的童年。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本片内地部分的导演阿甘后来又拍了好几部恐怖片，包括《闪灵凶猛》《凶宅幽灵》《天黑请闭眼》，尽管质量都不太行，但演员阵容不错，也都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而同样的，也就是在《古今怪谈》成功之后，很多人看到了恐怖片以小博大的优势，内地迎来了一波恐怖片小热潮。后来到了2014年，还出现了《京城81号》这种投资达到4000万的恐怖片。2017年的续集《京城81号2》，据说制作成本甚至过亿。如今打着恐怖片旗号的电影多半出现在网大之中，粗制滥造程度与早年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我说了这么多，只是希望有一天我们还能够在院线看到正儿八经的恐怖片，能看到的多了，市场大了，质量也自然会有提升。这些年来，现实主义题材我们迎来了良心之作《我不是药神》，科幻片领域国漫带来了封神的《流浪地球》系列，哪怕是在爱情片里经历了批乱狗血片的荼毒，我们也看到一部充满灵气的爱情神话。国产动画片则有《大圣归来》、哪吒之魔童降世，所以我有理由相信，只要可以拍摄和上映恐怖片这个类型，我们也可以拍出神作来，说不定还会出现一些大师级的导演。我认为这不是在做梦，大家觉得呢？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了个拜。